先别划走，真的，给我10秒就好。听到这句话的此刻，你正坐在一颗直径12000公里的石头上，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绕着一颗正在燃烧的大火球狂奔。而这颗火球只是银河系2000亿颗恒星中一颗非常非常普通的恒星。如果你现在突然消逝，宇宙会发生什么事？答案其实有点残酷，什么都不会发生。星辰照样运行，黑洞照样吞噬，超新星依然爆炸，宇宙甚至不会注意到你不见了。老实说，你的存在感比鞋底的一粒沙子还低。但问题偏偏就出在这里。既然我们这么渺小，这么脆弱，身上还一堆明显的世纪缺陷，人类到底是怎么一路活到今天的？我们这群普通人到底是凭什么在宇宙这个残酷的生存游戏里一直玩到现在，还没被系统强制登出？我们很习惯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主角，但只要把尺度拉到宇宙，你会发现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误会。想象一下，如果整个宇宙是一整片沙滩，那地球大概就是卡在你席子里那颗最不起眼但最烦人的沙子。而我们人类呢，可能连那颗沙子上的细菌都不一定轮得到。这里我想跟你玩一个小小的想象实验。你在海边随手抓起一把沙，我跟你说，这一把沙子里只有一颗是有生命的。你一定会觉得我在唬烂，因为这个几率低到不合理。但换成宇宙，我们却很自然地说，可能全宇宙只有地球有生命吧。尺度一变，我们的直觉就直接宕机了。根据目前的天文数据，可观测宇宙大约有2乘以10的23次方颗恒星。如果你把全球沙漠、海底的沙子全部加起来，数量级才勉强跟它打平。更疯狂的是，光一粒沙子里的原子数量就比全宇宙的恒星还要多。在这种尺度面前，谈个人意义听起来很滑稽，但偏偏就是我们这样的存在正在拍影片讨论宇宙，问自己存在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不合理了。其实现代科学已经不太把生命当成奇迹了。水、有机分子、能量来源在宇宙里并不罕见。真正奇怪的不是活着，而是有东西开始想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其他动物不太会问问题？狮子抓到羚羊会吃掉，但它不会问为什么羚羊的肌肉纤维是这样排列的。只有人类会，而且是全世界一起失眠。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有点不舒服，因为这代表人类可能真的是一种会对存在本身感到焦虑的物种。这正是著名的费米摆落。宇宙这么大，生命理论上这么多，那大家到底去哪了？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大筛选器。也许大多数文明在学会长期思考之前，就先把自己毁灭了。而我们这群普通人正在筛选器的边缘，一边发抖，一边还忍不住往前看。我们用一个不太科学但很好理解的方式来讲演化。如果演化是一款 RPG 游戏，其他物种几乎都是满级开局。老鹰视力加100，自带8倍镜；猎豹速度加100，根本不用练跑；水肥虫生存力加100，太空也好活。那人类呢？人类出生的时候，系统跳出一行字：你没有固定技能，祝你好运。我们不够快，不够壮，皮肤薄得像纸，嗅觉、听觉、夜视力几乎全面输给其他动物。更惨的是，我们身上还充满了演化留下来的利息负债。我们的脊椎本来是为4足行走的吊桥，现在硬要直立使用，所以腰酸背痛几乎是人类标配。我们的咽喉为了说话而重新设计，结果气轨和食道在咽部交叉，让我们成了少数会因为边吃边聊而窒息死亡的动物。老实说，这整个设计看起来真的很像赶工交差的头复杂工程。那问题来了，这么多缺陷，人类为什么没有被淘汰？因为我们把所有技能点都压在一件最危险也最迷人的东西上——大脑。但大脑很贵，它只占体重的 2%， 却消耗了全身 25% 的能量。总为供养这个耗电怪兽，我们点开了第一个作弊码——烹饪。火替我们完成了预先消化，消化道变短，省下来的能量全部投长给大脑。第二个作弊码叫做幼态持续。我们长大了，但大脑没有完全长完。
我们保留了婴儿时期的好奇心、学习能力，还有犯错的空间。其他动物一出生就安装完成，人类的大脑却像一台可以不断更新系统的电脑。那这种能力让我们成了唯一的全环境适应者。我们走出阿峰，上高原，进沙漠，下深海。藏族人适应高海拔缺氧，巴瑶族人能长时间潜水，伊努尔特人能代谢高乏脂肪饮食。这就是普通人的生存哲学。如果身体不够强，我们就用脑袋补。我们不是没有 bug， 我们是学会用 bug 活下来。在卡尔萨根的宇宙力里，人类文明只占最后的1秒钟，但就在这1秒钟里，我们命名了星辰，理解了黑洞，开始思考未来万年的责任。也许宇宙不需要最强的笔误，它需要的是一个会问问题、会记录、会在意的存在。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消失了，没有观察者，没有记录者，那这个宇宙还算被真正理解过吗？我们只是普通人，住在一颗密不足道的沙尘上，身上满是演化留下来的 bug。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成了宇宙睁开的那双眼睛。这里是普通人，感谢你陪我思考。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谢谢各位。